哎，你们想不想跟我一起夸奖一下这个男人？刚才我给他看林护食，护食到什么程度呢？今天给你们讲讲啊。有一次我跟我老公上西班牙找朋友玩，这俩人也是两口子。完那天呢，他俩就叫上了很多西班牙的朋友，带俺俩去当地的一个农场兼烤场，就是先领你进农场，让你看看他们养的这些小动物，然后再领你进餐厅，给你菜单，然后你选刚才你看的这些玩意儿里你想烤谁。当然你选这个不一定就是你看着的那个选手，就是那个种类吧。给我看的吧老乐了，我寻思我是点这个烤猪脸还是烤羊腿还是烤的大兔子呢？但是我旁边这女生就是我这个同伴，人家说的，天哪，你不觉得这个做法太残忍了吗？刚刚让你看到他们鲜活的生命，然后就让你看见他们被摆上餐桌，你们怎么能下得了嘴呢？完我心里就寻思，这有啥张不开嘴的？那你前天早上上饭店那大培根咔咔造的头皮屑上都是油的时候，你以为那大培根是用爱做的呀？那你昨天大半夜点一桶炸鸡，喵喵吃的嘎叽窝里都是脆骨的时候，你以为那鸡翅是梦做的呀？这有什么区别呢？但是你说彩铃有的时候，哎妈呀，还讨喜型人格呢，你还别不信。再一个，装这个事儿是传染，我当时也不知道咋的了，就觉得他这么说显得好有爱心哦。完我也跟着装上了，我说是，这让人没有胃口了呢，好残忍。然后我老公当时呢就小声怼我一句，说你是不是想点那个烤猪脸？想点就点，别装圣母。但是我当时就上来那劲儿了呢，就一定不能让人看到我蛮荒的一面。完我这个同伴呢，就为了抗议她老公选这个地方，就点了个素食沙拉。完我也整跟人一样的。结果过了一个点儿，大伙儿都老饿了，上菜了。我对面是6个男的，2猪脸，3个羊腿，还一烤鸡。大油花折射着他们狰狞的笑脸，虚伪在孜然味中逐渐搁浅。眼前这盘焦虑的大沙拉呀，宛如洋葱拌苔藓。这时候我就发现哈，我这个朋友就说不能吃烤肉，这个一直在悄悄的从她老公的盘里头往出薅烤鸡，一会儿薅一条，一会儿薅一条。就以他这个频率算下来，其实这鸡腰以下的都让他给掏了。但人家动作小，一般人看不着。完我就控制不住了，我也上我老公盘里薅羊腿去了。完我老公咔把盘子就扣住了，整的样像下蛋似的，整的谁都瞅我。完他挺大声说的，我媳妇平时吃排骨自己能造一扇，今天非得装天使点沙拉，偷摸上我盘里抓，我是不会让他得逞的。当时给我气的，我寻思咋就这么护食，就吃一口你东西都不行。后来人家自己的解释是，我不光是在拒绝你薅我盘中的羊腿，我更是在惩治你假意虚伪。他就是他，你就是你，天使的面具戴不起。所以你要是觉得你的男朋友或者老公哈，有时候有点情商凋零，有时候有点不解风情，其实也不是啥大事，他不解你的，他也不解别人的，反倒对林有有这样的也就免疫了。这不马上省事儿都干净啊，不比你手动刷的美呀。咱们不得不承认，人家林有有不管咋的，人家牙白呀。在座的女孩子们，咱们也别输在一张嘴晃他一个大跟头的机会上了。预防林有有，让我们从刷牙做起。哎，我老公跟他儿子拿铁共枕的第1个夜晚，把拿铁给睡丢了。昨天我跟翟耀达睡一屋，拿铁跟我老公睡一屋。我原以为这么安排，让他们爷俩能增进一下感情。结果早上起来我一推门，哎呀妈呀，他爸那大呼噜打的，就跟那野狼哭白活似的，嘹亮中透着凄惨。拿铁一人在地上独酌。我说你们爷俩睡得分崩离析的，那拿铁咋还让你睡地上去了呢？你睡觉时候推拿呢？我就使劲推他，咋推也推不醒。但是每次遇到这种情况，我都用这招。哎，你说要说他鼻子好使吧，他那呼噜打的跟那个驴要做肠镜似的。你说他鼻子不好使吧，闻着硬菜跟诈尸似的，渺小。西兰花还不好使，我尝试过，必须得是有荤腥的。我就赶紧问他，我说拿铁呢？迷糊的。那跟你在中国的吗？我说那么你呢？你在也门的啊？他才清醒过来，往周围一看，哎妈，孩子呢？我说你赶紧找啊，他也不着急。哎呀，没事儿，他能跑哪去？肯定在这屋呢。现在出门多难呢。还说我你就操心操太多，人家孩子可能就想在地上睡，接地气是很重要的，就
就从瓷砖放哪往里接。我说那他没有被睡觉多冷啊！我老公说他冷了，他才知道以后睡觉要在被底下睡，别逃窜。你看他自己那样啥事没有，那就是不冷。然后我才想起来，我女儿小时候，我一天晚上起了3回给她盖被。我婆婆完全不理解，问我：“亲爱的，你怎么这么辛苦？我的小甜心，我生了3个孩子，我从来没有半夜起来过1次给他们盖被。我也是要睡觉的，我也是要生活的。他们动着我就动着了，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”我说：“温迪啊，你们家这3个孩子也很难说是好好的。你没看着你儿子在铁岭蹦蹦床上，那别人一看那雪人就是被冻着过。但是也有好处，挺金活。你给他热度，他也不化，这玩意儿。咱们呢也不知道我婆婆和我老公这种野代方式到底有没有道理，也许有。”但是我一想到孩子晚上睡觉踢被乱动挨冻，我受不了，所以我和大胖媳妇选的是这款曼西的小红心睡袋。曼西一直做各种母婴产品，所以非常了解妈妈们的痛点。我不知道你们家小宝宝有没有这个问题，就晚上睡觉特别容易出汗。这个问题在天凉的时候最闹心，盖多了怕捂着，盖少了还容易着凉。这款睡袋呢特别有智慧，因为它的汗液只会单向的排出，不会堆积和反渗。你不信的话，我给你看啊。你看里面一碰到这个汗液就出现独角兽的印花图案，通过面料内层将这个汗液排出去，是不是很神奇？既全身保暖，同时又透气。孩子热了呢，把热量储存起来；孩子冷了再给它释放出来，让它保持在一个比较合适的温度。而且拿铁睡觉的时候，我会用这个小袖口把它小拳头给包住，让冷空气不再有钻空子的机会。以后我大胖媳妇再跟我展示她的冰雪才艺，我也得给她套上一个这么多才多艺的一个雪人。你说我捧在手里怕掉了吗？放在厕所怕化了吗？哎呦我的妈！我跟你们说，当你的伴侣莫名其妙开始减肥，肯定不是好事。哎，你们是不是以为他这样的男人应该是最可以放心的那种？不然呢？趁我出差，背地里已经开始主动约美女了。前2天我和他一起陪孩子出去玩，报了个舞蹈兴趣班。刚开始人不爱跳，跟我说，我有这个特殊的人设在，就是各种运动天赋异禀，用你们的话说也叫苗子。我觉得这个人设咱们不要破坏它。我说你想多了，苗子，从你给你肚子上的肥肉助长开始，你早已给自己拔苗了。我咋劝都不行，直到舞蹈老师出现，一个甜美的微笑，苗子自己就上场了。哎呀，跳的那个认真呢。第2天我出差去，人自己带着载奥达就去了，还跟老师讨论。我觉得我的气质更适合 jazz， 而不是 hiphop。比起这个街头流行元素，我更喜欢那种魅惑张力。然后认认真真跳2点都不下课。关键是吧，他是奔着上次那个老师去的，这次这个他不是一个人，他都没看出来。舞社的人给我发视频说，哎，你老公自己来了，你咋没来呢？我才知道这事儿。你看看跳的，就是忘情，就是认真。哎，你看咱这苗子，落枕中带着丝滑，油腻中透着谄媚，紧紧跟随着老师，但没有一个动作做一样。你说他是怎么做到的？就再来一首循环往复，这涂鸦艺术随身听调高几度，随着音乐和我跳到海。他回来我就问他，我说啊，听说你跳舞去了？说我得减肥。我说我天天跟你说减肥，你咋不减呢？他说你不鼓励我，人家老师说我了，他说你瘦了也挺帅，就是我不带劲了。按着 I'm handsome。我说这句话里那个也呀，在汉语中不是递进，是假设。他说的意思是 if you are thin， 那么你可能handsome，不是 not only you are thin but also handsome。人不信，说我挑拨，明天还要去。